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逻辑思维。最近呢，我听说了一个事儿，说的是在美国现在有一帮人，他们到现在还相信地球不是个球，地球是平的，是一张饼。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部分人无知吗？糊涂人多了去了，不用跟他们较劲。但这事儿有趣的地方在于呢，这些人是很认真的，他们是付出了有成本的行动的。比如说，他们花钱出来拍视频，普及地球怎么就是平的啦，然后还把视频放到网上去宣传和推广。他们还能隔三差五的召集一个学术会议要讨论地球怎么是平的这个领域的新发现和新进展。那这些人是一小撮吗？还真不是。他们做的那些视频在网上往往有几千万次的播放量，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关注人数也有好几万人。再一查我就吓一跳了我看到了一个更夸张的数字，都有点不敢相信呢。一家全球民意调查机构说，只有大约2/3的18岁到24岁的美国人确信地球是圆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剩下1/3的美国年轻人对于地球是不是圆的，他们有点拿不准。那不仅是普通人还有明星比如说著名的嘻哈歌手叫 B.O.B。那这位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就发过一张照片，他说，你们看我站在这儿，距离背景里的城市有16英里，但是你们看那地平线明明就是直的嘛，请告诉我圆弧曲线在哪里呀？你们说地球是个球，你们倒是给我一个解释啊。他的这张照片我就放在文稿里了，你要有兴趣可以打开看看。据说这位歌星 B.O.B 还开始了一项众筹，干嘛呀？他要众筹100万美元向太空发射一颗卫星要拍一张地球的照片给大家看看，这地球它就是平的。所以在他们看来，那些说地球是圆的机构是一个阴谋。这事儿在美国还真就有很多人讨论，现在成了一个社会热点话题了。有人还拍了一部这个现象的纪录片，叫 Behind the Curve。Curve 这个名词其实是个双关语Curve 这个词儿的本意是曲线、弧线的意思，所以 Behind the Curve 就是在讨论地球到底是弧线的还是平的。但是在英语中呢， Behind the Curve 这个短语还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意思。对，今天我们就来追问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会坚持这种明显谬误的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想法？要知道我们这代人生活在21世纪了，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都500年了，连那个时候的宗教裁判所和布鲁诺争的也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也没有否认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这玩意儿往远了说，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推测出来了。往近了说，16世纪麦哲伦就环球航行了，早就证明地球是圆的了。往现在说，人类都登月了，都把地球的照片拍回来了。对，科学昌明如此，科普努力如此，还有人非得说地球是平的，这世界是怎么了呀？这有人也太疯狂了。当然了，指责他们很容易，说他们无知、不读书、不相信科学共同体等等，但这不重要。这件事给我们带来的真正挑战是啥？我们得想想，为什么科学普及这事儿好像没有用嘞？关于科普这件事儿，我们原先的想象是，科学理性那就像太阳一样，一旦日出东方，那些迷信谬误愚蠢就像露水和雾气一样，马上就得蒸发。即使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那也是一场邪不压正的斗争嘛。科学的领地它一定是一点点的扩张，愚昧的阴影那一定是一点点的退去。但是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例子来看，完全不是这样即使在今天世界第一科学大国美国就有一个调查，美国有个皮尤中心，那是响当当的大智库他们的调查结果是呢，美国有1/3的人是不相信进化论的，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其实想想，恐怕也不只是美国人如此了，就在我们身边，相信什么风水星座算卦也大有人在他们往往也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对，好像迷信和文化水平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得到 APP 里面的每天听本书栏目，此前就拆解过一本书，这书名叫做《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伯纳姆就提出一个观点，
说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普通人对于科学的认同感其实并没有持续提高相反，对迷信的信仰始终在持续，甚至超过了对于科学的信仰。好了，问题来了，这科普搞了这么久，难道是一场很绝望的努力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首先想清楚那些人他为什么要坚持那些愚昧的观点呢？一个人死抱住一样东西，那肯定是有某种好处的。黄志忠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眼中的问题其实是别人的解决方案。这话有点费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孩子沉迷游戏这是个问题，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呢，玩游戏是他没有成就感的解决方案。再比如说你觉得别人抽烟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他的世界里呢，抽烟是他面对无聊的解决方案。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懂了，为什么劝人改掉毛病往往是无效的因为你眼中的这个问题是拿掉了，但是也等于拿掉了对方的解决方案，他要面对他的问题和挑战了，他更痛苦，一痛苦他还是要按照惯性回到他的传统解决方案上来所以你的问题又回来了。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建设性往往体现在就不是纠正看到的问题，而是要和要纠正的人一起面对他所面对的挑战。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那些强烈坚持反科学观点的人其实一样的，他们可不是因为无知。如果仅仅是因为无知，很好办只需要教育他们，给他们科普就行了嘛。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问题就解决了。这些人是强烈坚持反科学观点的，他们面对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什么呀？他们需要强烈的存在感。就拿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地平说的支持者来说，他们可不是仅仅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们可是在用行动，用很高的代价来论证地球是平的呀。他们组织社群，设计实验，拍摄视频。如果不是这么剑走偏锋，你想一个普通人要想找到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要想在社交媒体上有那么多关注度，有那么多粉丝，哪有那么容易而且他们的收获还不止于此他们在自己建立的社区里面能找到朋友甚至能找到恋人能谈恋爱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找到敌人。你想在他们看来，什么美国政府NASA 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有那些科学家，这些人都是邪恶的骗子，和他们抗争，揭穿他们，这不也能体现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吗？所以你看，他们坚持说地球是平的，就仅仅需要这么一个观点他们就收获了存在感、正义感，还有友情和爱情。你想对他们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不错的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呢？我刚才说的这段话我没有一丁点讽刺他们的意思。我们做一个夸张一点的假设我们非要用科学击败愚昧。好，那我们花钱带他们上一趟太空，指给他们看地球是圆的吧睁眼好好看看，这一下服了没？假设他们服了恍然大悟，原来我错了，地球确实是圆的。那请问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是科学的胜利吗？不是，他个人的彻底失败你想想，他的生命马上就会变得很可怜了，信仰没了，朋友没了，甚至连人生的意义也没了这么做的结果，总体上这个世界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但是确实有人的生活因此变得更糟。我特别强调一下我今天这么说不是说科普不重要，也不是说要放任无知和愚昧，我只是在说手握真理的人往往只在意真理本身的传播，但是呢，在真实世界中，对很多人来说真理没那么重要，他们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解决自己的问题才重要所以做科学普及的人得看到，这才是科学普及全部的战场。那最后我来说一个听来的故事。我们栏目的策划人李子阳老师，他有一个医生朋友，这医生经常遇到有人来看口腔溃疡。轻度的口腔溃疡呢，往往不用治疗1周左右的时间会自愈的，自己就会好。但是作为医生，他如果这么跟病人说，那有些病人难免就会觉得，这个医生不负责任，怎么不给我治了？
所以这医生遇到这样的病人，他往往就说啊，你这是上火了，回家多喝水就能好。那病人一听，心满意足就回家了。好，那现在我请问几个问题啊。上火这个说法，请问科学吗？那如果你觉得这不科学，那如果你是那位医生，那你有更好的答案吗？一个不科学但是让各自安心的答案，一定是坏的答案吗？我们到底是要坚决的捍卫科学，还是要为他人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呢？这些问题说出来，我们一起思考。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逻辑思维，明天见。